这是激动人心的打脸比赛，参赛者必须经受最猛烈的巴掌才能获胜，拿走3000元人民币。一群人从山上滚下来，只是为了一个价值不高的奶酪，你敢相信吗？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奇怪比赛，我们今天来了解世界上最奇葩的10种比赛。第10，打屁股比赛。战斗民族果然名不虚传，女性也很强悍。顾名思义，这样的比赛就是打屁股，谁到最后坚持不住了就算输。比赛的门槛也非常低，只要你是女的，是活的，就可以参加比赛了。打屁股比赛的选手可不像我们观众看起来那么舒服，其实它一点都不好玩，在比赛中将会很痛苦，还可能会造成皮肤红肿甚至重伤。参赛者需要向对手的臀部拍打，被打的一方跌倒或者前移，打人的一方就赢了。被打的时候要稳稳站住，这没点健身运动经验是很难做到的。所以大多数参赛者都是一些健身界达人。尽管我们会认为比赛很奇怪，但它在俄国非常受欢迎，男女老少都爱看。第9，掰脚趾比赛。1976年，在英国德比郡开酒吧的乔治·吉伯斯突然想到要发明一种由英国人绝对统治的运动，世界掰脚趾大赛就这么产生了，迄今已经延续了数十年。虽然这是英国人发明的比赛，但在第1届比赛中，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很不客气地带走了第1枚大脚板形状的冠军奖牌。掰脚趾比赛显然是从掰手腕衍生而来的，除了一个是站着，一个是坐着，一个用手，一个用脚的规则之外，基本上没太大不同。掰脚趾比赛只能是男对男，女对女。开始前，双方先坐下，脱去鞋袜，把比赛用脚放在垫子上，双方把大脚趾扣在一起。听裁判发出指令后，把对手脚先掰倒触地，或者推出垫子之外就赢了。第8，极限烫衣服比赛。烫衣服你也许见过或实践过，但我们都会在平整的地方进行，这样质量也最高。但善于整活的老外可不会放弃一切机会整活。参赛运动员带要烫的衣服，熨斗攀登高山或在雪地中等奇怪的地方，非常具有挑战性。熨衣服比赛是英国人菲尔肖在2002年创办的，而他的灵感来自1995年著名摇滚乐队怪物磁场的一首 MTV。在 MTV 里，主唱就拿着熨斗在悬崖上熨衣服，于是这哥们决定创办这项运动。这看来非常简单，但要实现起来可要费点脑子，你要有好的创意才能保证获奖与新鲜感。第7，鬼脸比赛。鬼脸比赛可不是什么小型的赛事，它有属于它的国际级别的锦标赛。世界鬼脸锦标赛起源于1267年，比赛的宗旨是丑即是美。参赛选手们得在头上套一个马项圈，并且要学狗叫。所有选手一律不得化妆，必须靠本色摆出狰狞野蛮的鬼脸，最丑者获胜。这个比赛的最强者是获得了16冠的汤米·马丁森。在哥伦比亚举办的1年1度世界鬼脸锦标赛上，来自英格兰怀特黑文的选手戈登布莱克击败了16年冠的汤米·马丁森，成功夺冠，成为了赛场上的一匹黑马。第6，打脸比赛。战斗民族在添新玩法，那就是看起来很疼的打脸比赛。选手们隔着一张类似于手臂摔跤比赛中使用的小桌子相互面对，互相击打，其他人用手掌隔着脸。理想情况下，2个人中的1个人会被1巴掌击倒，但如果2人都被打了3巴掌后仍然站立，裁判将根据力量和技术来决定获胜者。参赛者不得用手掌底部击打对手，只能用手指和手掌上半部击打，以免造成重伤。在这样惨烈的比赛后，最终获胜者将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，达到了470美元，也就是3000多人民币。你要不要尝试？第5，背老婆比赛。背媳妇大赛最初是芬兰一小镇村民们的一项游戏，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强身健体、夫妻示爱的运动。在该国已将这项大赛打造成了世界性品牌，每届都会吸引欧美许多国家的夫妻参加。参加比赛的男子要背着女搭档跑完250米的一段路程，途中还要通过一个水池和几道障碍物。
这项比赛起源于一个名叫赫科罗科宁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在19世纪末被认为是一名抢劫犯，他住在一片森林里，经常四处偷抢，从他居住的地区的村庄偷食物和绑架妇女。还有一个说法就是，强盗们为了训练，他们常常背着沉重的大麻袋。这项运动由此发展而来。尽管比赛常被认为很滑稽，但参赛者却非常乐在其中。第4，抛鱼比赛。这个奇葩的比赛自1952年以来就流行了。这个比赛可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，实际是需要技术与技巧的。林肯港金枪鱼节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比赛非常令人着迷。这个节日还有其他活动非常有趣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最初的比赛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林肯港繁忙的金枪鱼产业。现在，金枪鱼节是南澳大利亚持续时间最长的免费比赛，为波士顿湾沿岸的社区和游客提供娱乐。比赛需要把一条重量在8到10公斤之间的鱼扔到尽可能远的地方，就像铅球比赛一样，在扔鱼的时候，脚上有一条线，脚也不能超过这条线。这是一个费力气的比赛，胜者一般都是大力士。第3，侯桥骑车比赛。你听说过骑自行车比赛，但你听说过侯桥自行车比赛吗？侯桥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桥，它可能由几块木板连接搭建而成。因为在上面骑行的人为了保持平衡，动作非常滑稽，酷似猴子，因此得名。参赛者需要骑着自行车通过的，虽然看起来乐趣无穷，实际上非常困难。这个比赛最早起源于越南，现今侯桥自行车比赛在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仍然很受欢迎，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参加比赛，争夺大奖。比赛将有200多名参与者，每人骑自行车穿过侯桥，不会掉进桥下的人获胜。桥的宽度和高度各不相同，长度约在50至100米。参赛者不必带着自行车来，因为比赛所需的自行车将被提供。第2，沼泽足球。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泥巴里玩足球的游戏。这种游戏因为其难度，在欧洲国家相当受欢迎，也被誉为世界上最脏的运动。沼泽足球这项运动最早就起源于芬兰。1998年，芬兰首次举办了沼泽足球世锦赛，当时就有13支队伍参赛。现在在世界各地更是有260多支沼泽足球队。沼泽足球比赛分为上下半场，半场时间只有12分钟。这一项目在荷兰和巴西都开展得相当好。比赛规则与足球相似，换人的规则与冰球相同，即比赛不停止，手球也属于犯规动作。这样的比赛乐趣无穷，很多人都喜欢玩。不仅仅是这样，沼泽足球每次都能吸引大批的球迷，它还推动了一些旅游的发展，可谓健身赚钱两不误。第1，滚奶酪比赛。200多米长的山坡，重约3.5公斤的圆柱形巨型奶酪，数十名不畏艰险的勇士，数千名热情呐喊的观众。这就是英国历史悠久的疯狂赛事——滚奶酪比赛。参赛选手在比赛中追赶一个从山上滚下的巨大奶酪轮，参赛者就算被摔断胳膊和腿也在所不惜。尽管面临伤痛危险，每年仍有大批勇士参赛。冠军奖品就是被众人追逐的巨型奶酪，而亚军和季军只能分别获得10英镑和5英镑奖励。虽然几乎没有人追到过奶酪，但大家还是积极参与，乐在其中。如果你身强体壮，对自己的跑跳能力极为乐观，那么你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样的比赛。不过要做好疼痛的准备。每年的比赛日都有数千人前来观战助威，几十位选手一展身手，医护人员也现场待命，场面相当壮观。你敢不敢来尝试这样的奇怪比赛呢？这些比赛够不够奇葩？还知道哪些奇葩的比赛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